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高雄武昌新世代教会，我是贤志牧师，这是美玲师母。嗨，我们是一个刚成立8年多的一个新的教会，我们是高雄武昌教会的第10个分堂。我参加完2018的累代的体验回去之后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，就是我要让我的年轻人，他们不是把自己装备好，被神使用好几十年，这样子就结束了，而是我希望从他们的身上，他们还可以生出下一个世代，继续的培养下一个世代。所以我们回到教会之后，我就请他们去从青少年的小组，就是国中小组开始来栽培国小5年级以上，然后国中的学生们。更是不只是在小组里面栽培他们，我们的乐团也需要有累代，还有增援升板凳的这样子一个概念。所以我就问我儿子，你不可以就只有自己弹电吉他，你要把你的下一个世代生出来。所以呢，他也就在他自己服侍的电吉他上面，他开始栽培童工。我们把累代这样子一个增援升板凳门训的一个教导带回去我的教会，我也在我自己的儿童教会，我传递这样子的信息给他们。因为儿童呢，他也是今日的领袖，虽然他年纪很小，可是不仅是青少年是今日的领袖，我相信儿童也是今日的领袖。所以我们就用青少年成为儿童教会的一个小帮手。所以他们在儿童教会，他们会吉他的人会司琴。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果子结出来，我们有自己的青少年的儿童敬拜团，然后也有我们的舞蹈团队。我们多媒体现在也是有高中生参与在导播的服事、播放歌词的服事，还有讲员 PPT 的服事，他们也有平面摄影的服事。所以我们把累代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也好，一个概念也好，我们带进去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事团队里面。我跟牧师这一次可以带14个社青出来，神就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累代的这样子一个文化里面，我们正在结果子当中。因为我们能够出得来，而且我们在台湾，我们有3堂的主日的服事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正常的在服事。我就很感谢主，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文化，真的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。累代它不是一个事工，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建造，所以绝对需要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带领，才有可能来成功。第二个，既然它是一个文化，就代表它不是短时间能够立刻看到果效的。所以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，台湾的牧者你一定要耐得住，不要急于想去看到受洗的人数主日崇拜人数的一个增加，决定你要不要持续的来下去。那第3个，其实我们台湾在教会界其实很喜欢速成的文化，他们总是问说，我做这个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果效？或者是说他们很习惯说，有没有课本有没有手册有没有我可以 copy 的策略？我只要照着做，我不需要去思想，我就能够去完成它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因为我刚才说了，累代它不是一个事工，它是一个文化。既然它是一个文化，它绝对不可能 copy， 它需要的是一个独特性，一个在地化，一个个别化的一个融入，并且在自己的教会当中才有可能建造出来。其实我想鼓励台湾的牧者去做对的，对，不仅开始只是去做，并且你要持续的去做，因为在这开始跟持续的过程当中，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跟困难。我们是一个8年多的一个教会，可是我们在努力累代的过程当中，神让我们看到果效。我们到今年，我们到10月份，我们3堂主日儿童跟成人加起来已经超过500人了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要能够忍耐，才能够看到果子的一个呈现。那第2个，既然累代它是一个文化的话，我就希望
台湾的牧者们，你们先不要想说，我找几个小组来做做看，我请儿童牧区来做做看，我请学生牧区来做做看。No， 累代它是一个文化，它必须全教会一起去做，我们才有可能看到真正的一个果效。否则你很容易只做部分的话，你很容易会有挫折，你看不到果效，你也觉得这是没有用的，你会很快就放弃了。所以你一定要主任牧师带领去做，一定要全教会一起去做，并且持续的，你一定会看到果效。我相信神祝福在神之心教会，也会祝福在我们的教会，也会祝福在你的教会的身上。我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每一个教会所使用的。